欢迎收看纽约华人往事。大家好，今天周五清晨，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预算决议，这是在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快速通过总统拜登 1.9 万亿元新冠纾困计划的关键一步。副总统贺锦丽投出了打破僵局的一票，众院通过预算决议，开启了以简单多数通过新冠纾困计划的程序，为拜登 1.9 万亿元纾困计划铺平道路。该预算决议以219票对209票的表决结果获通过，一位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投票前写给民主党人的一封信中表示，粉碎新冠病毒向美国民众提供纾困是紧急，也是最优先的工作。通过这项预算决议，我们在挽救生命和生计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周五清晨，国会参议院在就一系列可能界定纾困法案框架的修正案进行表决后，通过了该决议。副总统贺锦丽投出了打破僵局的一票。接下来，几个国会委员会将开始正式起草纾困法案。预算决议不会被直接签署成法，但这是动用预算协调程序的关键一步。该程序将使拜登的大部分纾困计划在国会参议院仅需51票就可通过。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 在投票后表示，我们向前推进了一步。许多两党修正案都获得通过，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我们将继续尽己所能努力工作，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预算协调程序通过这项法案，希望能把它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选择预算协调的快车道后，民主党人的目标是在3月之前批准新一轮新冠纾困法案，届时额外的失业援助和其他纾困措施将到期。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时间表，将考验新一届政府和国会的能力。据纽约邮报报道，拜登提议向每一个获得前2笔款项的人发放1400美元，另外还有一些此前未被列入支出计划的人也将获得补助。按照目前的情况，拜登计划给每个年收入不超过 7.5 万美元的成年纳税人发放1400美元。对于收入高于这一水平的人，补贴金额将逐渐减少，而收入超过95000美元的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共同纳税的已婚夫妇的收入上限是原来的2倍。在这些可以被添加的人当中，有一些是成年人，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其他人所得税申报表上的受抚养人，比如大学生或由他们成年子女照顾的老年人。拜登还呼吁将资格扩大到所有混合身份家庭，及其中一人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而其他人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家庭。在持续到周五上午的马拉松式投票过程中，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预算修正案。该修正案将防止高收入纳税人获得这些支票，但这项措施没有约束力，也没有说明什么才算高收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五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说，下周我们将起草法案，为最终通过拜登的美国救援计划铺平道路，这样我们就能在2月底前完成工作。一旦法案通过并签署，联邦政府就可以很快地发放支票。向国税局提交银行信息的人可能会通过直接存款最快地拿到钱，而其他人则需要等待纸质支票。另外提一下，非法入境美国的外籍人士与无证移民并没有资格领取最新一轮纾困现金支票。参议院4日晚间以58票对42票比数表决通过共和党籍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科顿 Tom Cotton 禁止无证移民领取纾困支票的提案。这项提案并不影响符合领取资格但有着不同移民身份的家庭。科顿与共和党籍印第安纳州联邦参议员杨格 Todd Young 联手提出的2021会计年度增修提案中，禁止无证移民领取政府发放的纾困现金支票。不过，符合领取纾困支票领取资格，但家人当中包括无证移民的家庭，则不受影响。领取纾困支票者必须为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有着社会安全号码。好了，这是纾困金的最新消息。现在尽管纾困金获得的收入门槛被提高了，但是纾困金也坐上快车，相信这个月底前可能就有机会到手。那么视频就先到这里，喜欢我们频道的观众可以订阅一下，谢谢您们的观看。